1997年，超級厄尔尼諾爆发，整個中東太平洋海溫升高了4到5度，全球極端氣候災害頻發，直接導致全球經濟損失超過340億美元，造成至少2萬人死亡。2015年，史上最強厄爾尼諾爆發，全球氣溫直接創歷史新高，並接連引發了全球極端天氣，非洲與拉美洲乾旱、東南亞火災及我國南方洪水等災害，超過6000萬人受到影響。這就是超強厄爾尼諾的恐怖，它從來都不只是普通的海溫異常，而是一場讓全世界都要為此付出代價的極端氣候災難。1997年，熱帶太平洋海域突然開始迅速升溫，沿赤道東太平洋出現了一條異常暖水帶，局地海溫異常升高到了 2.8 到 5.6 攝氏度。太平洋關鍵海域開始整片的偏離正常值，海面溫度一層一層往上抬，暖水向東擴展，原本由信風和上升流維持的海氣平衡被打破。到後來，這次事件發展成了20世紀最著名的一次超級厄爾尼諾。而海一旦這樣熱起來，後面的災害就會開始成片冒出來。在南美沿岸，原本就靠近異常暖海區的地方，暴雨、洪水和海洋生態擾動一起出現。而在另一邊，有些地區卻不是水太多，而是水太少。印尼、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地在那個時期遭遇了嚴重乾旱，降水異常減少，地表變乾，火災迅速蔓延。一邊是洪水，一邊是大火。同一個地球，同一場厄爾尼諾，卻在不同地方表現出完全相反，但同樣極端的後果。這次厄爾尼諾事件還讓全球氣溫明顯被抬高，全球經濟損失超過340億美元。如果說1998年的超級厄爾尼諾第一次把全世界打疼，那麼2015年就是在一個已經更熱的地球背景上，再次證明它有多危險。2015年開始，赤道太平洋海溫再次明顯抬升，海洋與大氣的耦合異常迅速增強，直接爆發了自1950年有觀測記錄以來最強、持續時間最長的厄爾尼諾事件，直接導致印度尼西亞發生大規模森林火災，非洲東部和南部、拉丁美洲部分地區遭受嚴重乾旱，南美洲部分地區遭遇強降雨和洪水。我國氣候直接凌亂，南方部分地區出現洪水，北方旱情嚴重。受到厄爾尼諾和全球變暖的共同影響，2015年全球地表溫度創有觀測記錄以來的最高紀錄，全球平均表面氣溫直接比工業化前水平升高了1度。按照最新的模型預測，今年5到7月厄爾尼諾形成的概率約為 61%， 到了今年秋冬，演變成超強厄爾尼諾的概率大約在 25% 左右。如果真走到那一步，全球氣溫會被進一步抬高，極端天氣會更頻繁、更持久，對地球宜居性的壓力會更有體感。當這顆星球本來就更熱時，同樣級別的超級厄爾尼諾只會顯得更重、更猛，也更危險。